先生，我只是想要口水喝。进来。先生，我只是想要口水喝。打扰了。等等，喝吧。你什么人？谢先生，我是鲁国读书人。看你也不像个坏人。饿了吧？我是来喝水的，怎么能吃先生的食物呢？我叫你吃你就吃吧。不饿？饿也不能白吃人家的，不能不劳而获，不能受之有愧，这样不合乎礼。这年头还有讲理的人呐！你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你。那先生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吧。吃完饭我给先生干一天的活。行行，看来我今天遇到君子了。坐吧。来。这是肉汤，这馍硬，把它掰开，蘸点肉汤，又软又香，你尝尝。先生的腿，早废了，趁热吃吧。拿着。
这么说，您是蔡国的军人？我是个弓箭手，在一次作战中，马跑得太快，我太专注于追射目标。当我发箭射中那个军官时，我也失去重心，从马上摔了下来，被后面飞驰的战车从我腿上压过去了。那您后来就学琢玉了？腿废了，只能靠手讨生活了。这手艺先前就会，从小就跟我父亲学，只是那时候能跑能跳，坐不住。您怎么从蔡国到鲁国来了？那时候我父亲还活着，是他老人家用马车拉着我到处找活干。这手艺，太平的时候活来找你，战乱的时候你就得找活去了。当下也只有一些高官显贵才做得起那些玉佩挂件。啊，就这个。真好看。哈哈，俗活，也就是看看外表，本来也没什么用处，无非是那些有钱人喜欢把它挂在身上，炫耀一下自己的富贵罢了。哎，那这些玉箭头是做什么用的？这些玉箭头都是那些富人用它去射猎。玉箭头比铜的轻，但比铜光滑，飞得快。古代的时候，有玉剑、玉钩兵、玉戈、玉刀，许多兵器都是用玉做的。用它们来打仗吗？听我父亲说，殷代以前是，周以后，大都是做祭祀仪仗、乐舞之器，也有做殉葬之物的。我见过祭祀时用的。哎，你想不想见见真的？想啊。哎，是周的吗？说不定，还是周天子亲自用过的。先生，快拿来看看。从那个柴火堆里给我拿过来。下边那个，那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玉钩冰。你摸摸这块玉，它温润的，就像有生命一样。是啊，先生，我感觉到了。它不仅美，还平和、亲切、朴实。您说的没错，它是有生命的。这生命是周天子宽厚仁爱的胸怀和您祖上平静如水的心态注入给他的。先生，先生，您看，家常便饭，不是偷就是抢，一波一波的来。
没惊着你吧？有先生在，我不怕。好，你先睡吧。明天一早你就回你们都城。不，先生，我想跟您学射箭。君子要学六艺，不能只读书。要不是遇到您这么好的先生，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学。恳请先生教授。好，好学的年轻人，我教你。谢先生。都10几天了，也看不见人影。你们再给我想一想，他还有可能去哪儿？我连大牢都找过了。秋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理，他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子路啊，把那个给婉夫看看。念念，哥，我走了，我要读懂。这俩字不认识。这么说，这是他留下来的口信儿。说话呀，子路！你倒是说呀！我又不识字，我怎么知道这是他留下来的口信呀？这么说，他走了，没有事儿。他呀，读书读傻了，宁偏认死理儿。他要干的事儿，谁也拦不住。大哥，我估计他没事儿，就是到外面读书去了。是呀是呀，他去读书了，我们分头去找。得往城外找。我们城里基本都找遍了，要往远处走。你说他这个傻子，他读书去乡下干什么？老先生，您怎么了？怎么躺在这儿了？刚刚躲闪不及，被马给撞了。您受伤了，都出血了。来，没事儿，歇会儿就好了。来，喝点水。扶我起来。哎，哎呀，老先生，您是祭司吗？谢谢了啊。哎，老先生，老先生，您要去哪儿啊？
老先生，您年岁大了，又受了伤，我想我应该送您回家。我挺好的，这不没事儿了。老先生，我不回家。老先生，不管您去哪儿，我都应该送您。抛下受伤的长者不管，是不恭不敬、不仁不义的，非君子所为。老先生，我帮您拿吧。好。就是他俩。那香瓜你们已经吃了，不是告诉你们要等祭师来吗？这瓜味道实在太香，我们忍不住就……没关系，只要莲子一起吃就可以了。我们梅兔子这次又小又滑，我们都吃了。好，那我问你们，你们愿意去吗？柳伯伯待我们就像自己的孙女，他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们，他护佑我们长大。柳叔叔告诉我们，安葬完柳伯伯，就要举家南迁了。我们不想远离鲁国，我们愿意留下来。他对我们有救命之恩，我们愿意陪他去，还做婢女，继续服侍他。早点歇息吧。
坐吧。啊。哎呀。 刚刚还是绽放在阳光下的2朵鲜花，就这么被阴冷潮湿的泥土埋葬了。他们正当青春年华，本来应该成为娴熟的妻子、慈祥的母亲。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的美好，却早早的、活生生的，随着一个老人的尸体走进了坟墓。 他们为什么要承受如此悲惨的命运？君子修己以安人，唯有走于村野之间，访贤人，学礼仪，求人道。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仁者之道呢？只会修己而不能安人，能算得上一个高尚的仁者吗？ 子路，子路，你干什么去啊？我去找先生。你看这马。走。 这襄公时，季武子执政。刘老先生那个时候任司寇，他不畏强权，对暴政是嫉恶如仇，屡屡犯上执谏，还为襄公鸣冤，最终呢，被季武子贬为庶民。他自打离开了都城，就一直住在乡下。他年年赈济百姓，散尽了家财，也得到百姓们的尊敬。倘若百姓们得知他的死讯，也会为他按轻的规格送行。这样呢，可就招致了灭族之祸。我琢磨这葬礼不对劲儿呢。称刘老先生，却按轻的规格，而且子夜下葬。按理，这庶民也没有殉葬之说呀。我既然敢带你去，就不怕你说出去。先生别当我是小人，君子言而有信。我只是在想，这位刘老先生是否与先贤柳下惠有关？嗯，小小年纪，你还知道柳下惠？他3次被贬，以正道立身处世。说得不错。可是这位刘老先生与柳下惠并无关联，虽然他们命运相近。那，我猜，先生您一定与刘老先生共过事。你猜对了。那时候我做大宗伯，主持各种祭祀典礼。不提了，30多年的往事。襄公换成了昭公，季武子换成了季平子，改朝就得换代。官场没啥意思。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农民，挺好，这儿踏实。可读书就该出世啊，就该想着天下社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什么年龄说什么话吧。当下鲁国还有几个人懂礼？不是先生失去了价值，而是鲁国失去了礼。哦，难得呀，鲁国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把这些年收藏的书简，当然，大部分是与礼有关的内容，还有这些礼器、祭器，都送给你。先生，我不能要啊，这可是你几十年的心血啊！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个读书人，是个君子，是个认准了方向、痴心不改的人。这些东西留给你有用，我再占有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已经是有归宿的人了，还能活几天呢？这些东西对于没用的人就是废品，对于有用的人才是宝贝。就以你这样勤奋好学、心怀天下，不说做多大的官，成就个圣贤也未可知啊。做成学问我信，若能如此，老夫也就对得起我的父母之邦了。反复，子路，先生，子路，可找着你了，先生。就啊，你说你，哎，啊，装上吧，来，我来吧。子路，放的时候小心一点，轻一点啊。谢谢晚父。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大伙找你都找疯了。晚父，你看，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你呀，先别光顾自己的事儿，赶紧去你哥家报个信儿吧。啊，孟皮哭了几次，操心死你了。哟，我给忘了，是我失礼了，我这就去。快去吧。等等，秋，有个差事你挺合适的。什么差事啊？继父那边缺一个。晚父，您别提什么继父，我不想给他继孙大人还有那个管家杨虎干活，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哎，你知道是什么差事啊？无非就是些打杂的差事。你说过君子要懂六艺，都是什么来着？礼、乐、射、御、书、数。对，数。记账。让我去记账？哎，沿路听满父说，他弄回好多破书简，还有些没人要的破铜烂铁，险些把马累死。我还以为这些天他干什么大事去了，原来是去捡破烂。那不是破烂，是有用的书简和礼器。哟，还学会护短了。告诉我们什么是礼器啊？对啊，什么是礼器啊？礼器就是，反正就是礼器。子路，晚父是不是带大家去见奇幻家了？对呀，他还让我的先生去当韦力呢。你一口一个先生的，那晚父为什么总偏向他？怎么不推荐你呢？我不如他呀，我先生能写会算，你行吗？秦章，你别嫌弃人家秋能写会算，他是能行。瞅你，这么长时间了，连驾驭都没学好呢。行，我不行，他什么都行，你们都行。你们谁也不如我先生，他好学，还懂六艺，
一个先生的，我没看见你跟他学什么，就看你惹是生非了。我已经开始认字了，我还会喂马，我还会洗马。哎，思路，你干什么呢？他在洗鼻碎嘴马呢。管家大人，都清点了，粮食210担，这是清单。给我干什么呀？去，交给管库的旗官管事。诺。孔丘，管事大人。孔丘有礼了。孔丘，这是刚送来的货单，你给抄上。是。哎，这是你寄的？对。真像晚父说的，一点不差。我把所有的物品都分门别类，比如粮食册就只记粮食，这样就清清楚楚，永远都不会乱。好，孔丘啊，你以前记过账吗？没有。你不会骗我吧？真没有，小人才骗人的。那怎么熟练的像个老账房啊？万事都有规律可循，只要肯动脑筋、勤奋，都能干得好。说得好，那我就不打搅了。好。伐木丁丁，鸟鸣莺莺。鸟鸣。子路，你还干不干活了？我这不正干着呢吗？我学先生，干活学习，两不耽误。呸！还学人家秋，人家往前走，你净往后退了。我看你啊，越学越回去了。您看您这一说，我又忘了。您说的对，我不回来怎么学呀？伐木丁丁。晚父，晚父啊！啊，奇怪先生啊，你忙，没事没事，我来看看你。没什么事儿，来看我干嘛？不会是孔丘有什么事儿吧？哎，孔丘有什么事啊？我是来告诉你，这个年轻人好啊，真跟你说的似的，一模一样。他知书懂礼，认真勤快，还聪明。哎呦，真是不错呀！凭我的眼光啊，那还能看错人？再说啊，他这么高的时候啊，就跟着我学骑马，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我信你，晚父啊，我是真信你呀。不过别的情况你了解吗？你指什么？他有没有说下亲家，或者有媒婆给他？哦，你是说他的婚事啊？啊，没有，真没有，保证没有，我了解。哎呦，那好，那好啊。奇怪先生啊，不会是你看上孔丘了吧？家有小女，年龄相当，我呀正在找女婿。这么说，我可以做你的媒人了。对呀。先别美得太早，人家丘啊，认不认这门亲还不知道呢。
那就瞧你这位媒人的啦。那好，子路、沿路，哎，去屋里拿上酒罐子，到酒馆打上一坛子酒，再买上一块肉，要大块的，越大越好。好嘞。哎呀，哎呀，哎，奇观先生啊，你请客呀，走啊！好。结婚似乎是每个人一生中的大事，可是孔子的婚姻却记载很少，只知他娶齐观氏为妻。我很难想象他的结婚场面，他会用马车接新娘吗？会办酒席吗？会闹洞房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时光过去了2500多年，虽然孔子经历朝历代的尊崇，甚至奉为圣人，但我想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恐怕也会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正如眼前这对新人，对未来夫妻共同的新生活充满憧憬，他们渴望激情、甜蜜、恩爱、幸福。孔丘，孔丘啊！管事大人，哎呀，结婚都小1年了，你也该改改口了，你该称我岳丈大人呐。您是季府的管事，我在您手下干活，在干活的地方，下属见到上司，理应官称。在理也对，那就在家里叫吧。好。哎，这是啊，今天是鲁军登基10周年，文武百官都往宫里送礼，鲁军也照例回赠给各府礼物，东西太多了，季孙大人也不稀罕，就分派下来了。这么说，这都是鲁军赏赐的？啊，也可以这么说啊。来吧。这干嘛？抓阄啊。是怕分不均吗？东西不一样，抓什么是什么。也对，这样公平一些。来，鱼啊，真的是鱼！我刚才还想要能抓到鱼就好了，没想到还真是鱼。哎呀，我女婿真是有福气呀！那赶紧给夫人拿回去吧。她怀胎10月，也快到日子了。用它熬鱼汤下奶。哎呀，告辞。你丈母娘那时候啊，就喝鱼汤，有什么好笑的？秋，恭喜你啊！看，这是鲁公赏赐的。啊，快回家看看去吧。哎，你爹回来了。是儿子。你叫什么名字呢？今天真是个大喜的日子，鲁公赏赐了2条大鲤鱼，我又有了一个大胖儿子。你就叫孔鲤吧。孔鲤？你是一条大鲤鱼。大鲤鱼，大鲤鱼。秋，有人来了。许是张妈来了。张妈？娘家的，我打发人去叫的。哦。哎呦，张妈，哎，没成想啊，这么快就生了。哎呦，快让我看看，呵，这么好的大胖小子。哟，
这位就是你的夫君。张妈好。嚯，还真是有里有面的啊！来，给我吧。一会儿啊，我给他收拾出来。你有事忙你的。哎，家里的活啊，有我呢，我干了。哟，这位就是你的夫君。张妈好。嚯，还真是有里有面的啊！来，给我吧。一会儿啊，我给他收拾出来。你有事忙你的。哎，家里的活啊，有我呢，我干了。他知道怎么做吗？鱼得熬汤下奶。你还知道下奶啊？岳上大人告诉我的。当真？君子不说谎。哎呦，我爹真是的，怎么跟你说这个呀？可不，还当着好几个人，羞得我赶紧就跑回来了。他许是乐糊涂了。夫人，你真是我的好夫人。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想说，我们孔家有后了，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嗨，客气什么呀？我看你也是乐晕了吧？要谢，你就好好谢。我刚才行的可是最隆重的大礼啊！按照周礼，我不要，我要你亲我。光天化日之下，不雅。那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呀，过来呀！哎呀，你过来。过来，近点。孩子。要说你这个夫君呀，虽然没了双亲，家境穷，可他人好啊。哎，他孔家到他这儿穷了，可我听他说，他祖上是宋国的卿大夫呢。是吗？我说他身上有种贵族做派的，礼倒挺多，比大户人家的公子还讲究，重规重矩的。瞧你说的。别敲了，别敲了，把孩子都吓醒了。你动这么大的动静，惊吓着孩子可怎么好啊？是啊。哦，不哭不哭，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哎呦，夫君你在干什么呢？这磬啊，我修了很久。刚修好，手痒痒，忍不住就敲起来了。夫人，秋做错了。以后啊，你可记住，孩子受到惊吓会露小毛病的。张妈说的对，孔秋再也不敢了。张妈，明儿把后面那2间屋收拾一下，我们母子搬过去。夫人还在生气啊？你夫君知错认错，你就不能不依不饶。这妇道人家可不能。哎呀，张妈，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想搬到后面，2边都清静，这样也不影响他读书习乐。再说了，他经常有客人来，出出进进的也方便些，这不是2全其美吗？对。
这样好。还是夫人想的周到。满父，满父，啊，是秋啊，满父。哎，听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小子。按理啊，这庆生该吃年糕。哎，对对对，喏，这是夫人娘家的张妈做的，好吃的很。尝尝。恭喜秋了，我吃。我也要，我也要。哎，我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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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你们抢我先一碗！我也要，我也要。先生，给你。这第一口年糕啊，既不该你们吃，也不该我吃，应该按照先老后幼、先先生后弟子、老幼尊卑的规矩。满父，您先吃。我也不好意思吃了。满父您吃，秋哥说的对，刚才我们错了。您不吃，我们也不能吃。好，好，我吃。恭喜秋哥喜得贵子！谢谢。祝贺秋哥当爹了。好，谢谢秋哥。来，都吃吧。子路，真好吃。您先吃。来，您先吃。孔丘啊，管事大人。这么快就祭完了？是。啊，祭得不错。孔丘，哎，孔丘，啊，你想什么呢？昨天我遇见一桩奇怪的事。什么事啊？我到郊外，听见有人在车里弹琴，那琴声美极了。可是，我刚走近，那车子就走了。那一定是诗香子。诗香子？啊。那个鲁国大名鼎鼎的宫廷乐师，真的是他？是个怪人。你请他弹奏，他偏不来；你不请他，他会不请自来；你去，他走，那他一定是不想让你听。可是他在车里，不知道我靠近啊。哎，那可不一定。您认识他？我和他仅有一面之交。去年季孙府大宴，总管让我去请他。按说啊，季孙府每次设宴都要请很多的乐师，所有的乐师啊，也都给季孙大人面子。可只有这个诗香子，非但他不去，还把我骂了出来。为什么？他说啊，季府演奏的什么曲子啊，违礼。金奏之曲。对，就是金奏之曲，违礼。他还说跳什么舞，八佾之舞。对对对，
我搞不懂你们读书人的这些词儿。就说这8佾之舞啊，也为礼。总之就是，违礼之事不可为，违者必遭报应。就这样，我灰溜溜的出来了。看来我该去拜他为师了。我就猜你会去找他。那天我回家去看小外孙，听说你击磬，把孩子吓了一大跳。我就想，这都是你们这些脑子一根筋的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儿。是，去吧去吧。那个石祥子，脾气是怪了点儿，可那磬击的还真是举国无双。他那琴弹的呀，也是鲁国一流。外面是什么人？先生，谁是你的先生？我叫孔丘，家住阙里，现在继府做韦吏。我来是想拜先生为师的。你是说在继府吗？对，在继府记账。你走吧，我不收学生。先生，我能与您面谈吗？我只是在继府。我说过了，请不要称呼我先生，我不收学生，抱歉了。等一下，车掉头，跟上那个年轻人。闪开！闪开！闪开！都闪开！闪开！等一下，司空大人，脸上怎么回事？没事，不小心碰破了皮。上车吧。不劳烦司空大人了。再说，孔丘跟大人同乘一车，无礼。去找个郎中，到前面等我。诺。就那儿。就那棵。每当我遇见不顺心的事，我就想想那些美好的事情，比如说这棵树。这棵树？小时候家里穷，晚父经常照顾我。在这里教我骑马，我还在这棵树下演习过礼仪。你每天练习礼仪吗？从不间断。礼很重要。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说的是，甚至美德也需要用礼来节制、中和，否则太恭敬了会劳顿，太谨慎了
会胆小；太勇敢了会引发祸乱；太迟率了会偏激。你学过晋礼？学过。其实，诸侯觐见天子之礼四季不同，春见叫朝，夏见叫宗，秋见叫晋，冬见叫御。但其他3种季节的礼的记载都遗失不见，仅有这晋礼还流传于世。看见这棵树，我就不能不想到下面的土地。土地挖掘它可以有甘泉，栽种它就可以有白骨。草木在上面生长，禽兽在上面繁育，万事万物生之于它，死后又埋在它的里面。土地从来不自夸自己的功德，它默默无语，胸怀宽广，无所不容。我想，我们做人也该如此吧。这棵树带给我很多快乐。有一天，我听见有人在树下弹琴，那琴声美极了。你说的是诗襄子吧？对，只有他经常在大自然里弹琴。不过他的琴不如磬，他击磬是天下第一的，曾经应周王之邀到洛阳演奏。六艺是君子必备的技能，我已经学了射、御、术、书、礼，正在学乐。如果你想拜诗襄子学琴，我可以引荐。我想他不会驳我的面子。谢大人美意，但这样做不妥。大人身为鲁国世卿，又贵为大司空，由大人推荐，他即使接纳我做学生，也未必高兴。师生关系应是心悦诚服，不应该有压力或其他缘由，不然他教不好，我也学不好。我愿意用我自己的方式拜他为师。大人见谅，孔丘愿意用勋为大人吹奏一曲，以表对大人赏识的谢意。好啊，我正有这样的想法。端木，你说的那个碑在哪里啊？没找着啊。你先找到那个石牌坊，然后往右走5、60米就是国华纪念中学了。真的没有？我都已经转了好几圈了。石牌坊怎么会找不着呢？你是不是走错了？你往那个端木啊，端木啊，哪个石牌坊？就是咱们那衙门街上那个。啊，对，早就已经拆了。啊？拆了？啊，上个月底拆的，说他碍事儿，妨碍交通。那可是明代的文物啊。明代，汉代的该拆也得拆呀。喂，端木，你说话呀！你到底找哪儿啊？国华纪念中学。嗨，盖商业街的时候就已经拆了。梅艳，对不起啊，那个地方我也好长时间没去了，可能是变化太大了。对，那个中学已经不在那儿了。骡子，啊，搬哪儿去了？知道吗？知道啊。来，我跟他说。来，给我。哎，叫什么来着？媚眼儿？梅艳。哦。喂，燕子。哟，你打我干什么呀？啊，我没跟你说。燕子，你拿笔记一下吧。啊。哎，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往南走，500米左右啊。太可惜了。然后呢，你往东拐，那儿啊，
这个城市唯一的一个历史遗迹到那儿你就差不多能找到也消失了。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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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先生，有肉吃了。没你的。子洛，去叫沿路增点他们来吃晚饭。好。夫人，哎呦，买这么大块肉，又有什么美事吧？哈，你猜对了。吃饭吧。孔鲤，孔鲤，爹，娘，看，我摘这么多枣。哈哈，我小时候就爱吃这东西。你可不许到别人院里摘啊！没有，我去山上摘的。来，放里面吧。好，洗手吧。夫人，我当成田了。成田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管理粮库和牧场，还负责牲畜的繁衍。就是猪马牛羊的繁殖吧？对呀。那你懂吗？哎，那有何难？不过就是发乎情，倒不必止乎于礼。爹，什么是发情啊？哎呀，当着孩子得意忘形了你。爹不是告诉我不耻下问吗？对于不明白的问题就要请教，不吃饭不睡觉都要搞明白，这样才能增长知识，才是做学问的。这又不是做学问。哎，吃饭吧。梨，吃饭吧。可是我还没明白。食不语，吃饭不许说话。我今天叫你们两个来，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有些话该对你们说了。父亲，您的病无大碍，只要父亲能安心养病。人能骗得了自己，骗得了老天爷吗？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清楚。你把它打开。我？对，你是兄长，孟府的爵位以后就要靠你继承了。父亲。打开吧，我留给你们的也没什么好东西。
你们不是不止一次地问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背诵国君进谏礼吗？就是因为这个。很多年以前，我陪同国君出访楚国，路过郑国，郑国国君在城外设宴款待我们。我作为陪同，理应居中斡旋，安排两国君主的觐见仪式。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闹了笑话。到了楚国，楚王知道我们鲁国是礼仪之邦，专门请教如何在郊外祭天和奉献太牢的细节。我又无言以对，再加上我在郑国闹的笑话也传到了楚国，楚王在我离开的当天晚上，派人给我送来了这个。没有传话，没有留言，什么也没有。但是我第一眼看到它，我什么都明白了。楚王的意思是，不管我穿着多么精美的中原服饰，不管我拥有多么显赫的身份，在他的眼里，我不过是一个丢了鲁国礼仪之邦颜面、一肚子糟糠的马粪。你们要记住，任何时候杀伐征战都是不得已，都是权宜之计。人之为人，国之为国，最终靠的还是别的东西。父亲，父亲，来，父亲，躺下。父亲，您还是好好休息吧。您的教诲，孩儿记住了。还记得阙里那个年轻人孔丘吗？啊，记得，就是继父马岫里那个养马人吧？他不会永远养马的，他是圣人之后。这个孔丘，他是圣人之后代。他的先祖夫妇和原本可以继承宋国王位，但他让位于宋理公。之后的还有一位郑考夫，贵为国卿啊，辅佐代、武、宣三公。他曾被一日连升3级爵位，他都极其恭敬地谢恩3次，尽显鞠躬尽瘁之态，观者是无不叹服。所以啊，在钟鼎铭文上留下了一命而履，再命而语，3命而辅的佳话。这就是孔丘德行的由来。他行为恭敬，生活贫寒，但他仍有尊严，没有人可以侮辱他。当今世道礼崩乐坏，斯文扫地，像他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了。你们都记住，圣人之后，有时尽管他生不逢时，但最终会有通达。我老了，
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跟着这个年轻人洗礼去吧。遵命。孔礼，到屋里来。爹，找我有事？又想溜出去玩？诗背过了吗？哪一首？硕鼠，硕鼠，你背一遍。硕鼠，硕鼠。下面呢？下面。下面还没背。不学诗，何以言？晚饭前必须背过。有不认识的字、不明白的问题，就来请教我，明白吗？那您必须告诉我，哪个问题没告诉你了？发情的问题，您就没告诉我。那是因为不必告诉你。你这样的年龄，告诉你也没用。到了发情的年龄，你自然就明白了。爹是说我也会发情？是爹用词不当，混了。我管理的那些牛马畜生才叫发情，人与人之间称爱情。哦，爱情。那爱情又是怎么回事儿？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到了成熟的年龄，就会互相喜爱，就会渴望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就像我和你娘，我们结合成夫妻，就生下了你。你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你也会教他们读诗洗礼，明白了吗？明白了。你读完诗，到了成年时，还要学习礼。不读诗何以言？不习礼何以立？就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明白吗？孔先生在家吗？拜见孔丘先生。先生不敢当，请问二位是？我叫仲孙和记，他叫仲孙悦。是孟府的两位公子啊！快，屋里请。好，请。请。家父在世时，曾带我们亲临先生府上问教，临终前又嘱托我们向先生学习。我和兄弟诚心诚意
愿意拜先生为师，学习礼仪。啊，不敢当，不敢当。令尊大人身为公卿，却礼贤下士，与孔丘结为忘年之交，孔丘深感荣幸。至于学礼，孔丘年轻学浅，还望和2位公子共同切磋。先生，何为孝？无为。不要违背什么呢？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先生是说，父母在世时以礼相待，去世时以礼相葬，以礼相祭吗？这仅仅是做孝子的底线。2位既是读书人，又是令人尊敬的孟孙大人之后，孔丘愿就孝道与2位商榷。好，先生不必客气。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不能理解为礼貌和形式，而是应该诚心专注这一过程的体验，感受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关怀、呵护、教诲、鼓励，从而理解孝道，由对父母的爱与孝扩充至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为之大孝。公子将来必承袭世卿，继位大司空，为政以孝子之心，视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才是大臣风度。先生确如父亲所言，由礼及孝，由孝至忠，深明大义，使我俩受益良多。谢先生，改日再请教。谢先生。听说这所国华纪念中学里开设了关于孔子的课程，十分受学生欢迎。起立。老师好。今天我专门赶来旁听。这位老师年纪和我相仿，说起来和2500多年前的孔子是同行。我对他怎样讲课充满好奇。孔子啊，生活在距今有2500多年的春秋时代。这个孝啊，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孝呢，有几层含义：孝顺、孝敬和孝养。顺就是事事顺着父母，敬呢就是尊敬。敬和养啊，敬最重要，只养不敬，无异于养牲口。这个呢，就是著名的24孝图，元朝人郭居敬编的。大家看看这张图，这个小孩啊，才3岁，正在他母亲怀里笑呢。可是那边他父亲在干嘛？挖坑。挖坑干什么呢？不知道。他要把孩子埋掉。啊？为什么呀？因为家里穷啊，粮食不够吃，还要供养老母亲。他爹爹就说，多一张嘴跟老母亲争食，咱们不如把孩子埋了吧。这爹爹就是汉朝人郭巨。看看鲁迅先生是怎么描写少年时候的他啊。这是鲁迅全集第2卷。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这位老师正是要向学生讲明白，孔子最初所倡导的孝这一观念，原本是基于感恩和报答，不仅充满温情和人情，而且充满包容和开放的情怀。可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改造和演变，24孝传说
已经变得僵化、压抑、狰狞、残忍，和孔子的初衷相距甚远。任何伟大的学说，正因为其内在的复杂和丰富，孕育了无限被解说和发展的可能，在最后难免不被误解、歪曲和篡改。孔子学说也难逃此命运。哎呀，孔丘，快去吧！子路在库房跟人打起来了。我去看看。快走！走。上午我们在粮库放贷，一开始好好的，后来来了几个人，说是杨虎派来的。他们说我们私设横器，要把斗收走。子路不干，2下就打起来了。敢给我子路上！住手啊！快住手！哎，子路，别打了！子路，上！干！哎呀，子路别打了，快住手啊！停手啊！子路，打！子路，敢给我子路，住手！住手！快把他扶起来，看伤的怎么样？子路，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这是干什么？跟他好说不听啊，就是欠揍，是他们先动的手。你看怎么回事？啊！总管大人，就是他打的我，我打的你。好了，就应该把他抓起来。行了，孔丘成田，到底是怎么回事？总管大人，我也正想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正在放贷，为什么收走我们的斗？是你们私自换斗。季府收租用大斗，放贷用小斗，你们私自换成了一样的中斗，就是破坏了季府的规矩。闹半天，这里面有我就说这里边有问题，就是啊，季府收租用大斗，放贷用小斗，你们私自换成了一样的中斗，就是破坏了季府的规矩。闹半天，这里面有我就说这里边有问题。行了，这位，行。你说的不对。如果你说的是季府一贯的做法，那也应该改一改。公平才是正道。大斗进小斗出是坑害百姓，是有悖天理的。怎么进怎么出，跟你一个小成田有什么关系？轮得到你擅自更换吗？君子行得正，端得平。如果对此等苟且之事视而不见，那与小人还有什么差别？季府不怕坏了名声，我孔丘还怕呢。不知者不为过，既然我知道了，就要纠正。不纠正就是我的过错。就该纠正。对，季孙大人不管，我们到外边找人评理去。嘿，今天还反了呢啊！总管大人，就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抓我？总管大人，你这个无耻的奴才！谁跟你说的？啊？季府有大斗进小斗出的规矩？你们这些下人干的偷鸡摸狗的勾当，竟然栽赃到季府的头上！季府的规矩，岂是你这些下人能够规定的？大人，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来呀，拖出去打50大板！杨大人，我再也不50大板！冤枉啊，杨大人，冤枉啊，冤枉杨大人！各位，都怪我杨虎平时办事疏忽了。我太相信这些下人了，他们为非作歹，坑害各位，实在是对不起。我杨虎在这里向各位赔罪了。若不是今天来这一趟，我还会被他们蒙在鼓里，真是痛心疾首啊！多亏了孔丘成田，改正了这一疏忽，我杨虎谢谢了。谢总管大人。好，总管大人，谢谢总管大人，谢谢总管大人，谢谢。轻点，嘿，哎呦呵，打架都不喊疼，现在倒喊疼了。嫂子，别理他，他是在撒娇呢啊！嫂子，没事儿，起来，起来。今天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可是真没想到啊！杨虎一言在先，当众承诺，看他今后还怎么改口。今天多亏了孔丘啊，他说理儿那会儿，我看杨虎那脸色
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你说，孔丘，有人找，谁呀？说是杨虎派来的，请你去府上一趟。这么晚？没事，嫂子，我陪先生去。你在家给我好好待着。哎，夫君，你要当心呐。放心吧，我堂堂正正做人，他奈何我不得。哦，总管大人，孔承田来了，快请坐。杨大人，你这是？我知道，你一定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要请你，是不是？我承认，我也有些纳闷儿。哎呀，这人呐，干什么事不一定非要有理由，你说是不是啊？比方说，今天，当我看到那么多人站在那里，一些话就会不由自主地从我嘴里冒出来，想拦都拦不住。可是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又纳闷儿。今天当着众人的那些话，是我说的吗？这可不是我杨虎的做派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信。好，就为这个信字，我们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喝一杯呢？啊，你说呢？好，请。今天，孔承田就是我杨虎的座上客，请。就为我今天说的那些话，干杯！有的人说我这个人不厚道，我真是委屈啊。小时候家里穷，生下来就没见过我娘的影子。我是我爹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知道，你也是你娘一手把你拉扯大的。是的。有娘好啊，娘会疼人，不像我爹，他就是一只狼。我为什么说我爹是只狼？他和我一样，好喝酒。白天在季府里干活，任人使唤，被人欺负，心里窝火。他回到家里就喝酒，他那点工钱都让他给喝了。我被他拴着绳子捆在家里，他一喝了酒就打我。为了什么呢？因为我饿，我偷了他藏在席子底下的干粮，我那是饿的呀。后来我就偷，越偷
他就越打我。有时候他喝醉了，光打我，整天都不给我东西吃。那时候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你很吃惊是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跪在你娘棺材前的样子我见过。可你不知道，生在一个没有人爱、没有人疼、豺狼一样的父亲家里是什么滋味儿。你看这，你再看这，这都是他给我留下的纪念，是我的亲生父亲给我留下的纪念。为了感谢他给我留下的这纪念，我做了什么吗？在我到继府当差的第一天，当我终于领到第一份工钱的那一天，回家，我买了好多酒，把他灌醉了，捆起来，狠狠地暴打一顿。我放下了鞭子，就走了出去。那是一个夜晚，我走啊走，我走到了继府，我看见老爷带着他的老婆在花园里赏月，他们吃的东西，那时候我连见都没见过。我的心里好痛苦啊！从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分两种，拉车的、坐车的。拉车的就穷，就活不成人样；坐车的就富，要什么有什么。穷是万恶的根源，因着穷，就众叛亲离，妻离子散；就父亲不是父亲，儿子不是儿子，就什么苦都得吃，什么罪都得受。所以，人无论干什么，无论去杀人、去抢，都得先把自己给弄富了，都得先把自己给弄成一个坐车的。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你不同意是不是？季孙大人说我是货，扛大包的货，因为我爹是扛包的。错了，我是虎，老虎的虎。可是虎是要吃人的。是的，谁害我，我就吃谁。他不光是害他的人，也吃那些不害他的人。是的。你不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吗？你想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什么后果？因为他吃人，所以猎人会设下陷阱，杀死他。太可笑了！这个世道，豺狼横行，你竟然以为还有什么猎人？有的。在哪儿？
那里，这里。等等，这个姿势我好像见过。是你跪在你娘棺材前的那一天。这都多少年了，你还没长进呢，真是死脑筋。恐怕变不了了。会变的。我想，咱们完全可以合作啊。第一，我们都是苦孩子；第二，我发现你这里也挺好使，啊？那要看使在什么地方。它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这继父的东西，丢2件算什么呀？咱们用用不成吗？凭什么他们永远是坐车的？哎，换位置不成吗？别傻了，我会关照你的。想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想，但是要合乎道德。君子喜欢财富，但不以其道而取之，我宁可不要。君子不喜欢贫穷，但不以其道来脱离它，我宁可守住它。你这个车轴脑袋，我不跟你谈这些道理。你守这些道理，就像我老爹守着酒一样的可恨。我只问你一句：今后碰见大斗、小斗诸如此类的事情，你还会那么较真儿吗？会。哪怕我杨虎对你很好，对你的老婆孩子都很好，那也不行。贪图小恩小惠是小人的做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哪怕为了这较真儿，让你丢了饭碗，让你的老婆孩子喝西北风，让你的孩子饿得要饭，将来像我打我爹一样来打你，我的孩子绝对不会那样。哪怕一辈子像我老爹那样穷困潦倒，死得像条狗。人有骨气，有尊严，有节操，无论贫富，都能活得堂堂正正，顶天立地，怎么能说像一条狗？好，说得好。我倒想看一看。还没睡啊？心中挂念，一直在等你。夫人辛苦了，让你担心了。先生，我是阙里的孔丘，只想跟您习乐。我现在已经不在季府干活了。我说过，不收学生，你走吧。我已说过。你走吧。
进去吧。先生，他跪了一夜，腿都站不直了，让他坐吧。不可。先生，唉，何苦呢？孔丘不以为苦。如若见不到先生，才是孔丘终身的遗憾。见了也许更遗憾。听说，先生曾经拒绝去祭府演奏，还指责他们违礼。先生不畏强权。老夫没兴趣，不想谈论这些，什么也不想谈。礼崩乐坏的世道，老夫的心早死了。抱歉，那我们只谈音乐。我想和先生学弹琴和击磬。击磬？是。我已携手很多年了，这世道还有人学它？奇怪。我想，将来一定用得上。战乱早晚会结束。礼乐盛世终将会到来。这么说，你自己有磬？是。祖传的？是别人送的。奇怪了，谁家有这样的乐器，而且还有富裕？是一位老先生，他是前朝的大宗伯。大宗伯？他姓廖？是，姓廖，名远。他真的还活着吗？他还活着？走，快带我去看他。现在去？对，快套车！啊！呀！先生，师兄，师兄，先生，我们来看你了。是孔丘？是我。那位是谁呀？师兄。师兄啊！20年了，20年没你的音讯了。师兄，你忘了，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学击磬，一起学琴，一起学祭礼呀。我们一起住了6、7年呢。我是瞎子，双目失明，你总领着我。想起来了，师兄啊，哪有师兄忘了师弟的？后来，你当了祭司，我做了乐师。每次祭礼大典，我们俩都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时候，你几乎天天到我家喝酒。想起来了，
我们每天喝酒，酒兴上必唱。池塘里有条鱼，池塘外有只猫，猫儿看着鱼，鱼儿望着猫，猫高兴会叫，鱼高兴会摇，猫高兴会叫，鱼高兴会摇。猫高兴会叫，喵喵喵，鱼高兴会摇摇。石祥子，师兄，我的好师弟，我怎么会忘呢？20多年没见了。师弟，我想你啊！我想你啊，师兄。师弟，我想你啊！还记得相公12年的那次秋季吗？啊，记得，那真是太美了。美呀！我用了200人呐，采摘谷穗呀。那天是秋高气爽，空气中飘荡着谷穗的香味儿。是啊，谷穗呀，漫天的飞舞，一片金黄。我带领着上千人是载歌载舞。我指挥上百人的乐队在河边演奏啊。对呀，你的乐队呀，演奏的秋曲美呀，太感人了，激荡起所有人的情绪。大家伙啊，起劲儿的跳啊，唱啊，哎呦，那场面呐，浪漫呐。先生，是每一个人都头戴花冠吗？对，是用金色的树叶编织成的花冠，花冠一戴呀，每个人的脸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心情好，自然就绽放出笑容了啊！先生，礼上说，秋季的动作接近舞蹈，最为浪漫，是吗？没错，一点都不错呀。师弟，这个孔丘啊，他沿袭礼，祭祀，他走心嘞。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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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原来是2位公子啊！先生，今天鲁军派我们去周京洛邑考察周礼，不知先生是否愿意与我兄弟2人同行啊？你是说去周京吗？
是的。那说不定还能拜见老丹先生呢。是。去。驾！驾！老子姓李名耳，字胆，周守藏室之始。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周代皇室图书馆的馆员。传说他母亲生他是在李子树下，所以姓李。还有说他在母亲肚子里怀了81年，一落地便发须尽白，所以人称老子。李治的司马迁只记录了一件事，这就是老子见周氏衰微，便准备隐居。出关时遇见守卫关隘的官员尹喜。尹喜说：“除非你给我写一本书，否则我不放你走。”于是老子只能坐下来写书5000余字，这就是著名的《老子》，又称《道德经》。2000多年后，这本书仅英文译本就有40多种。先生，你们是谁呀？奉鲁君之命，来京师洛邑观礼，有幸拜见大师。许多不明之事，想当面请教。关于什么？关于礼。礼？天子崩，国君薨，群庙之主移位于祖庙。请问，葬礼之后何时返庙复位？族库之后。送葬之宾路于日时，应当如何处置？靠右停柩，止哭待发，日出而后行。诸侯朝见天子，几种情况下不得忠礼，而天子不怪呢？4种情况：一、庙堂失火；二、天现日食；三、王后之丧；四、大禹失医。敢问何为天下之道？老夫何敢言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之为物，恍惚之间，先天地生，不可名状。天下失道久矣，诸侯征战，邦国无序，君臣自谋，人心涣散，
不知从何处收拾起。孔丘读遍诗书礼乐，找不到答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归依天道，天下自然就太平了。是，但如何让君王知道这些道理呢？君王哪里要知道这些道理？君王有社稷，有王位，有兵马，有刀剑，还有律法，有牢狱。他为什么要听你的道理？那要看谁的道理对呀。我听说，富者送人以财，智者赠人以言。我窃智者之名，年轻人，我就送你几句话，你记住：聪明而好议论他人者，离死亡不远了；雄辩而言人之恶者，那危险就近身了。为人之子，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为人之臣，不要有自己的思想。难道天下就这么乱下去吗？先生，孔丘以为，治国之道，当以德为正，以礼为本。我的理想是，先将一国治理为仁义之国，为天下树立一典范，然后使各国诸侯望而自愧，尽弃征伐。天下有道，何必问礼呢？礼者，乱之首也。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讲理之时，就是失道之日啊！既然问礼了，那想必是天下大乱了。等等，牙齿还在吗？舌头还在吗？老旦先生最后那个哑谜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唇亡齿寒，祸从口出，都不对呀，没提到舌头啊。牙齿没了，只能靠舌头了。什么意思？天下之道虽在君子一边，但谁信之？诸侯争霸是征伐，靠的是兵马利剑，武装到牙齿；君子行道是舌战，凭的是义正辞严。齿者，天下之至坚；舌者，天下之至柔。大师的意思是，天下之至柔
终归要胜过天下之至坚，柔弱必定胜过刚强。我听说大师讲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先生，你怎么看？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地上跑的，我可以用网去捕；水中游的，我可以用钩去钓；天上飞的，我可以用箭去射。而那龙，我不知道它是如何云游四海、上天入地的。我说不清老丹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他大概就和龙一样吧。从东周见老子回来不久，孔子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决定自己办学。我不知那次谈话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是为人之臣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刺激了他，也许是柔弱胜刚强的思想鼓励了他。我想孔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一行为开创了世界之最。孔子是世界上最早公开办学的人，用语言传播思想，用教育改变人心。刚才你们问我，为什么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们想想，我们原来互不相识，其地位也各不相同。为了学习，我们走到了一起，把先贤智者留下来的道理弄清楚了，学会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